我是个普普通通的黄河捞尸人，意外救了太子和小王爷，并怀了太子的孩子。可成亲当天，太子却没有出现，而是带着嫁妆去接相府千金过门了。想要问个明白的，我被小王爷萧子言拦住。别去，你别去了。他坦白让我有孕的其实是他愿意娶我，照顾我一辈子。出嫁1个月后，村子遭遇山匪，110户人家无一活口。看着满目尸山，我悲痛欲绝，孩子也没留住。萧子言衣不解带地陪着我，用了好长时间才让我走出阴影。3年后，我再次怀孕，想要第一时间把这个好消息告诉萧子言，却无意中听到他和友人的对话。子言，太子如今这般打压你，你不憋屈吗？当年你为了他，不仅娶了穆青青，还认下了不属于你的孩子，这代价也太大了。我不是为他，我是为了婉儿。大英向来立长不立嫡，若是让穆青青先生下龙子，婉儿将来怎么在后宫立足？知道你爱惨了林婉儿，但你也没必要屠了整个黄河村灭口吧？好好的捞尸人，自那以后就差不多绝户了。没办法，黄河村的人知道的太多了，为了绝后患，他们非死不可。我本以为从前爱上太子是我一生的错，却没想到爱上萧子言才是错上加错。刚刚王府的丫鬟过来了，被随从拦在了外头。不过我好像听到她说穆青青怀孕了。我不会容她把孩子生下来的。子言，那可是你的亲骨肉。她的肚子怀过别人的种，我嫌脏。再说了，她以前总跟尸体打交道，生的孩子我怕会是怪胎。去，让芸娘把红花掺进王妃的饭菜里。是，小心些，别让她发现。穆青青也是怪可怜的，我会让她安安稳稳做一辈子的王妃，就当是补偿了。姐姐，你放心，我必不会让村民们枉死，更不会让我们的孩子白白牺牲。山匪老巢已灭，无一活口，我给乡亲们报仇了。杀光了所有山匪，原来你才是那拿刀的人。王妃，快用饭吧，今日做了您最爱吃的。放着吧，我不想吃。王妃宫寒气虚，先前那次小产已是伤了根本，这胎若再保不住，恐怕此生都难再有子嗣。之前想要这个孩子是为了萧子言，现在是为了那些枉死的乡亲，我救不活他们，除了让捞尸人的血脉传下去，我还有什么办法能弥补他们？小王爷您回来了，王妃她还是不肯吃东西。我来吧。又哭又不吃饭的，到底谁欺负我们家青青了？当然是肚子里的小家伙了。真的，青青，我要当爹了。真的。子言，如果你不喜欢这个孩子，将来我就自己把他养大，绝不让你心烦，好不好？瞎想什么呢？青青给我生的孩子，我还能不喜欢吗？好了，别胡思乱想，来吃饭吧。多少吃点，吃饱了，孩子才能长得好。我嫌脏。我真的吃不下。你不吃，孩子也要吃，别老耍小孩子脾气，行不行？我自己吃。子言，我好痛。进来。小王爷，王妃之前小产已经伤了身子，这次若是不救，恐怕再难有子嗣了。没关系，照我说的做，等将来娶了妾室，有了孩子，过继一个给他养老便是。臣明白了。原来他嫌我脏是真的，不想跟我生孩子也是真的。王爷，太子妃今日有些腹痛，请学神医立刻过府一看。王爷，这
时候带走薛神医，王妃会死的。太子妃只是腹痛，请御医看看就可以了。可王妃现在命悬一线啊！求求王爷可怜可怜我家王妃！混账！太子妃金尊玉贵，岂是你一个奴婢可以安排的？煮些参汤过来给王妃吊着命。是。走。等太子妃无事了，我立马带薛神医回来。终于不用追了。王妃，你等我，我这就去请御医，哪怕拼了命，我也要把御医找来。把捞尸人铁牌取来。当初皇帝亲自来黄河村接太子和小王爷回京时，感念我的救命之恩，当场承诺可以答应我一件事。我一直不敢乱用这个机会。娟玉，进宫把这个交给陛下，就说穆青青请一纸和离书。王妃怎么样了？唉，命是保住了，可惜什么？王妃之前小产便已伤了元气，这次送医又晚了，身子是废了，余生恐怕都要受病痛折磨了。对不起，青青，我不是不想管你，可太子妃身怀龙种，耽搁不得。没关系，王爷累了一夜，去歇着吧。太子妃这次是真气差了，陛下当众训斥她心如蛇蝎，不顾王妃死活。那也是王妃的丫鬟没眼色，非要去请什么御医，害得娘娘在帝后面前丢了脸，这口气哪能忍？哼，本宫动不了那个女人，还动不了一个家奴吗？打，给我狠狠的打！王爷，求你救救专羽，千错万错都是民妇的错，是民妇让她去的。专羽只是担心我罢了，她没想招惹谁。求求你，青青，不过就是一个下人罢了，让太子妃出口气，这事儿也就过去了。这就是我爱了3年的枕边人，在这张皮囊下面，到底藏了一颗怎样恶毒的心？就因为我们出生低微，所以性命就不重要吗？我如此，祝瑜如此，王爷当初屠杀黄河村的时候也是这样想的吗？在你们眼里，我们不过是一帮死不足惜的贱民罢了，对不对？穆青青，你胡说什么？青青，出血了，快别再乱动了。萧子言，骗了我那么多年，看我像个傻子一样对你感激涕零，你是不是觉得很有意思？几百条人命，还有我的2个孩子，萧子言，你午夜梦回，难道就不会夜夜难安吗？你都知道了。青青，我那是没办法，黄河村有人看见过你和太子在一起，如果你怀孕的事传出去，那就是皇室丑闻，整个大医朝堂都会翻天的。是因为朝堂会翻天，还是怕你的林婉儿会因为我的孩子而失去太子妃的权势啊？这都是我的主意，跟婉儿无关，你别什么事都往她身上扯。事到如今，你竟然还在护着她，那我的孩子呢？第一个，你怪我伤心过度没护好，我也信了。那第二个呢？你又要编什么理由？没错，是我让芸娘流掉的，我还没有做好当爹的准备。到了现在，你竟然还在骗我！你不是没准备好，你是觉得我脏，对不对？青青，别再胡闹了，不管我做了什么，就当是我对不起你。我发过誓，以后会加倍弥补你，我会让你余生享尽荣华富贵。只要你乖乖听话，这些都是你的。萧子言，你那些虚无缥缈的承诺，我一个字也不想听。我什么都不要了，我可以放弃这王府的一切，放弃这所谓的王妃之位。萧子言，我要跟你和离，放你自由。萧子言，如果你担心黄河村屠门的事会泄露，那我的命，你现在也可以拿走，我什么都不要了，我只求你救救朱宇。青青，你别再说了，这回我帮不了你。婉儿的心里受了创伤，她向来敏感执拗，要是庄瑜不死，她会睡不着觉的。几百条人命，竟然比不上林婉儿的一个安稳觉。
太子妃，求你饶了朱宇吧，都是民妇的错。错哪儿了？民妇位卑，不该劳烦御医，不该惹太子妃不高兴。罢了，看你满身污血，真让人觉得恶心。子言，我累了，你送我回去好不好？萧子言，我们和离吧。子言，你听见没？他说要跟你和离呢，还不快去哄哄？不用哄，不过是些争宠的惊人与气话罢了。哼，出了这王府大门，他一个捞尸人根本养不活自己。再说了，他怀过2个孩子，又是2嫁妇，破鞋一只，除了本王，全天下谁还能要他？是呀，出了王府，名声尽毁，身无分文，也许只有死路一条。但如果留下来，对着这张杀人凶手的脸，永远都会生不如死。这一次，我终于可以解脱了。那是青青吗？小王爷，您眼花了吧？王妃那种柔弱性子，没了您的庇护根本活不了。她怎么可能自己离开京城呢？离开京城？主子，您怎么了？离开京城，除非他说的合离是真的。如果合离是真的，他是不是已经不在府里了？立刻回府，快！婉儿，太子妃怎么了？出什么事了？小王爷，是薛神医给太子妃配的安胎药，方子里还缺一味草药。奴婢跑遍了京城，所有的药铺都缺货，实在没办法了，才来王府问问。王妃呢？王妃可在府里？王妃出去了。去哪了？什么时候走的？老奴不知，王妃没交代。姑娘回去吧，老奴方才都翻遍了，王府里的那味草药也正巧用完了。这该如何是好？太子妃胎相本就不稳，若没了这药……小王爷，您先别急，先去帮太子妃找草药吧。小王爷，王妃那么爱你，她所有的心思都在您身上，怎么可能真的弃你而去？肯定是平日里您冷落了她，她这会儿正赌着气呢，跟您闹闹小性子，估摸着晚点儿，等她受不了外头的苦，就自己乖乖回来了。也对，离开了本王，离开这王府，她一个身无分文的2嫁妇，根本无处可去。既然他想闹，就先让他在外面闹着吧。等他想通了回来，我再随便哄哄就是了。你是黄河捞尸人，老夫答应了。当年我妻子死在黄河，正是那些捞尸人不要命的跳进团流，才帮我找到了她，让她入土为安。娘子既然是捞尸人，那老夫断没有见死不救的道理。这丫头伤得太重，再难也得试试。专羽，专羽，你醒了。王妃，外面怎么了？娘子，是小王爷带着官兵正封山呢。王妃，王爷定是带人来寻您的。王妃，您听庄羽一句劝，跟王爷回去吧，不然这荒郊野岭的，您孤身一人，将来可该如何是好？不回了，娟羽，等你伤好了，我带你回黄河村，去重新做我的捞尸人。有一手捞尸的本事在，总归能养活得了咱俩。王妃不回是对的。小王爷带人搜山，并不是来寻王妃的，他是带着官兵在漫山遍野的找那一味断货的草药，是帮太子妃寻药的。又是为了太子妃，他想要草药，就要王爷带兵封山去寻。
可王妃你命悬一线的时候，她连个大夫都不肯留。王妃，不，娘子，庄玉听你的，咱们去黄河村。等我伤好了，我就跟你学捞尸，咱们在这世上相依为命。那破广府，咱们再也不回去了。林婉儿不让给朱宇请大夫的时候，他怎会这般恶毒？要是朱宇真的就这样死了，青青这辈子还会原谅我吗？小王爷，草药还没寻到，官兵们正往深处找。你带人继续找药，务必在天黑前带回东宫。我得先回趟王府。哎，你有没有发现，王妃这一走，咱这王府冷得跟冰窖似的？可不是吗？王妃在的时候，这满院子花草都是活的。如今王妃不在，连这风刮过来都觉得刺骨。今日的王府像穆青青嫁进来之前一样冷清。老王爷、老王妃去得早，我便独自守着这偌大的王府过了1年又1年。那时的我觉得王府只是就寝的地方，没有生机。而青青来后，以后无论人多人少，一日3餐一定要按时备好，这样才有烟火气。起风了，穿厚实些。也是从那时起，我再也没觉得王府阴冷了。天冷了，有人给我换厚被褥；起风了，有人给我做披风。可今天，我刚踏进王府就觉得冷飕飕的。王妃的院子可打理干净了？回王爷，还是你离开时的样子，还没来得及。带我去。王爷，老奴已经把府里所有能派出去的人都撒出去了，全城都在找王妃，只是目前还没消息传回来。找！传本王的命令，让府兵随从全部出去找。天亮之前，若是再找不到王妃，你们这些伺候的人全部提头来见。可是王爷，若王妃是铁柱下躲咱们，京城这么大，怕是难找啊。躲着本王？不可能，他穆青青是什么样的人，本王最清楚。他没那个胆子，更离不开这王府。他一向最粘人了，离了本王，他连觉都睡不安稳。他不过是闹闹脾气，躲在哪儿等我去接他呢？王爷，那好像是王妃留下的东西。去，拿过来。你念给我听。王爷，这是王爷，这是加盖了皇印的和离书。和离书，皇印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穆青青不过是个捞尸人，她连皇宫的大门朝哪儿开都不知道，怎么可能求来皇印？这是伪造的，一定是他找人伪造的。他想用这个来吓唬我，他以为弄个假印就能离开本王了。去找，立刻带上所有人出去找。无论他是死是活，都必须把他给我带回来。她是我的结发妻子，没有本王的同意，这和离书他就不算数，死也不算数。罢了，本王自己去找他。今儿这天真亮着，走，喝两杯去。哎，等等，那不是萧小王爷吗？王爷，天冷了，您当心身子。王爷，您从午间到现在1天没吃东西了，咱们先回吧，哪怕路边寻个摊子，要不您先垫2口。这一张我都要了。哎呦，王爷您真是豪气，这统共谢王爷赏，谢王爷赏。小的这就把这扎干给您留下。王爷，这玩意儿虽然看着好看，可都是些山楂，它能饱腹吗？去年除夕，青青就说想吃糖葫芦。子言，我想吃那个，你看多红啊！这种小孩子才吃的东西，最是幼稚。你现在的身份是王妃，大庭广众之下成何体统？走，去前面看首饰。我当时说他幼稚，
连一串糖葫芦都没给他买。这次我给他多买点，买这一整扎，等他见到了，一定会原谅我的。王爷，整个京城都翻遍了，王妃大概早就离开京城了，我们可能找不到她了。离开京城了？我知道了，去黄河村，她一定在那里。已经很久没回来过了。娘子，那是您家吗？青青，你终于回来了。我没做过饭，这几天一直在学，但好像没什么天赋。王爷的好意，我家娘子不敢领。万一这次不是红花，是毒药呢？娘子，你先歇一会儿，江鱼去给你做饭。青青，对不起，我从前不懂得珍惜，总觉得得不到的才刻骨，直到你走了，我才明白，你给我做的那些饭，给我换的那些被褥，起风了追出来给我系的披风，那些我看惯了的烟火气，才是爱的一部分。青青不是一直想吃糖葫芦吗？我给你买了好多，吃了就别跟我生气了，好不好？和离书我会进宫面圣，请陛下收回旨意。萧子言，到时我够了。我想吃糖葫芦，那是去年的愿望。人的心是会变的。我全心全意爱你的时候，你视若无睹。凭什么等你醒悟了，我就得重新回到你身边？你是皇亲贵胄，手上沾了多少血都能安然无恙。我无力与你抗衡，但我坚信人间必有公道在，你终会为你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。我只求你，不要再出现在我面前，让我好好过完下半辈子，行吗？是萧子言让你来的吗？王爷屈尊降贵，在这穷乡僻壤住了大半个月，就是为了等你回来跟你道歉。你倒好，不知好歹，还伤他的心。你一个常年跟尸体打交的女子，能得王爷青睐成为王妃，就该感恩戴德，还闹什么脾气？如果你的家人朋友全被你最亲近的人害死，你还能感恩戴德的接受他吗？其实不是王爷。太子来迎亲的前一天，太子妃跑去找王爷哭诉。王爷，你知道的，如果他先生下龙种，我活不下去了。求你就帮我这个忙，好不好？婉儿，这个我当然希望你开心，可这件事确实让我为难。子言哥哥，你现在是我唯一能依靠的。婉儿，我不想违背你，但我也害怕伤害青青。子言哥哥，如果你不帮我，那我只有一死了。婉儿，好了，我答应你便是。后来也是太子妃求王爷帮他清理黄河村，斩草除根。婉儿，黄河村那些人不过是些普通百姓，杀了太多，传出去。子言，
那些人见过太子和青青在一起，见过她怀着孩子，这些事只要传出去一个字，我在东宫还怎么立足？你放心不下他们，还是放心不下我？我去安排。太子妃跟王爷青梅竹马，王爷一时心软，这才酿成大祸。孩子也是，太子妃曾跟王爷说，怕他有了骨肉就再不管他了。子言，他要是生下孩子，你心里还有没有我？我害怕，等你有了骨肉，就只会关注穆星星和孩子，那以后你还会不会管我？婉儿，我不会不管你的。自从我成为太子妃后，那些人随时都能把我吃得骨头不剩，我就是怕没了你，没人能护着我。我知道了，我会安排的，你别怕。王爷他也是不忍，毕竟后宫满是豺狼虎虎，若是没人帮衬，太子妃恐怕步步艰难。所以呢，不管出于什么心态，他不也听了吗？一个巴掌拍不响，有些错不是一个人能造成的。你走吧，各为其主，我不怪你。我明白了，娘子，把王爷还给我，我会劝他离开的。什么意思？王爷跟娘子见了面之后就失踪了，不是你还能有谁？等找到萧子言，已经是3天后。子言，你把我抓来这里，到底想干什么？磕头认错。不过一群无足轻重的人罢了，凭什么要我堂堂太子妃认错？再说了，黄河村是你屠的，又不是我。要不是你跟我呼诉，要不是我一而再的软下心来，我怎会做出这等伤天害理的事？今天你跑不掉，我也跑不掉。萧子言，你疯了！敢这样对我，殿下知道了，他绝不会放过你。太子算什么好东西？从头到尾他什么都知道，却装糊涂。这种人配做储君吗？配不配，不是你说了算。你等着，我一定让殿下治你死罪。等他能保住东宫之位再说吧。你对殿下做了什么？不用急，很快你就知道了。萧子言，别再演戏了。你们一丘之貉，又何必假装清白？我是真心的，只要青青愿意原谅我，我什么都可以做。我知道黄河村对你有多重要，要是你还不解气，我愿意用这条命为黄河村的百姓赎罪。是啊，你一直都知道黄河村对我很重要，却还是为了林婉儿灭了整个村。我从小就是个孤儿，是村里的叔叔婶婶们将我拉扯长大。这手艺虽不太上得了台面，但总归算个生计，你得好好学着。我记住了。别怕，好好学，搞不好将来还能捞到个没死头的如意郎君呢。吃了饭才有力气学。后来我确实捞到了2个没死透的郎君，可惜都不如意。哎呦，青青这回捞上来的2个，可比平日里的好看多了。哎，等等，这俩人还有气儿。青青，你这手气可真不一般，一捞就捞了2个这么俊的郎君。别怕，好好照顾着，说不准真能捞到个没死活的如意郎君。就是这眉眼，这身段，一看就不是咱们村里人。他们还活着？既然活着，就不能丢这儿，先抬回去。是你救了我。你别乱动，身上还有伤。多谢姑娘救命之恩，救命之恩我一定报答。先把药喝了吧。等我回去，我会娶你。太子最终没能实现他的承诺，娶我的变成了小王爷你。
还记得我出嫁那天下了大雨，青青苦了这么多年，总算熬出头，往后跟着王爷享清福了。可不是嘛，往日风里来雨里去，下河捞尸，往后再也不用遭这份罪喽。青青这一嫁，往后就是王妃了，再不用跟咱们受苦了。是啊，是啊，嫁得好，嫁得好。萧家那位小王爷品性宽厚，绝不会亏待咱们青青。往后咱们村也跟着沾光，再也不用受人欺凌。萧家小王爷看着是个好的，咱们青青当真是有福气呢。青青是个好姑娘，以后再不做什么劳什子的捞尸人了，好好做王妃，一辈子平安顺遂。好孩子，别忘了常捎个信儿回来，让我们知道你过得安稳。以后荣华在身，万事顺遂，无灾无难。我记住了。在外好好过日子，不用挂念村里。一路顺风，好好过日子。这些善良的人，到死都不知道，要了他们命的，正是他们口中的好儿郎。青青，还是舍不得我的，只是用木簪轻轻划了2下。别误会，我只是不想脏了自己的手，我不会原谅你，也不想与你再有任何牵扯。立刻带着你的王爷和太子妃滚回京城去。青青，你不跟我走，我不会放弃的。怎么越来越莽撞了？娘子，你知道吗？京城变天了，萧子言绑了太子妃，被薛王流放了。林婉儿回京后受了惊吓，没保住孩子，后来大出血死了。没过多久，朝中那些重臣全都收到了一封告密信，信里把黄河村被屠的真相写得清清楚楚。皇帝当场震怒，下令严查。还不到3日，就有人弹劾太子知情不报，皇帝对太子彻底失望，当场废了他，改立成王为储。太子去途州赴任的路上，还遭人暗算，殒命荒野。真爽啊！也不知道是哪个好心人在替天行道。别躲了，出来吧。娘子恕罪，是王爷让我暗中保护娘子。告发信是萧子言写的吧？太子的那边也是他安排的。是。娘子，你可不能原谅那个坏蛋啊！你们不是护送王爷去渝州了吗？怎么弄成这样？王爷遇刺了，受了重伤，失踪了。我们在那一片都找遍了，没有见王爷身影。我们猜测应该是掉进黄河，顺着河水往下游飘来了。首领让我快马赶来找穆姑娘，请穆姑娘想办法在此处截住王爷。请娘子务必效助，王爷是死是活，我等都必须找到他。看穿着，好像是王爷。救我！真的是王爷，王爷还没死，快，我们快去救王爷！求娘子了，多年夫妻，娘子不能见死不救啊！我俩早已和离，他的死活与我无关。捞尸人有个规矩，只捞尸体，不救活人。我救过一次，赔上了整个黄河村。你看，我就是个例子。所以这次我不救了。我们去救王爷。娘子，真有这个传闻吗？编的。那将来我成了捞尸人，遇到没死透的，还救不救？救，只是别再付出真心。抓住石头！青青，
别离开我，对不起。王爷，你撑住，属下一定救你。王爷伤得太重了，这里离村子太远，我们得找个地方先避一避。前面有个废弃的渡口小屋，我们先把王爷抬到那里去。怎么还不行啊？要是再烧下去，可就麻烦了。我们已经没有药了，王爷能不能挺过去，全看他自己的造化了。你怎么在这儿？青青呢？她怎么样了？王爷，您醒了，娘子在黄河村安全着呢，您放心吧。她还是不肯原谅我。也是，我做了那么多伤天害理的事，她怎么可能原谅我？王爷，您别这么说，等娘子气消了，一定会明白您的心意的。不会了，黄河村110户人家，2个孩子，这些债，我这辈子都还不清了。朝廷的人是不是已经在到处找我了？是，皇帝下了旨，因黄河村一事正全国通缉你，罪大恶极。说的没错，我确实罪该万死。王爷，您别这么说，我们可以逃到一个没有人认识我们的地方，重新开始。逃，我能逃到哪里去？天下之大，莫非王土。再说我也不想逃了，我欠黄河村的，欠青青的，也该还了。谁？你是什么人？怎么才几个月不见就不认识我了？我的好弟弟，你没死，托你的福，我没死。现在我失去的一切都是拜你所赐，我怎么能让你好过呢？你如今所遭遇的都是你罪有应得。你明明知道黄河村的事，却装糊涂，还纵容林婉儿为非作歹，你根本不配做太子。我不配，那你就配吗？你比我更该死，把你的命留下吧。那就试试吧。保护王爷！先撤！想逃，没那么容易。娘子，你看那边，好像有人。真是天助我也，没想到在这里还能遇到你。娘子，穆青青，好久不见啊！萧子安，你想干什么？等会儿你就知道了。乖乖配合我，不然就将你扔进这黄河里。别怕，知雨，我没事。萧子安，放开他！萧子言，放下你的武器，不然我现在就将他扔进黄河。王爷，萧子安，你放了他，我让你离开。我凭什么相信你？你过来换他，让我废了你的手！王爷，不要！萧子安，你别太过分了。怎么，心疼了？我只是觉得可笑。你堂堂一个太子被废了之后，就只会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报复别人吗？你说什么？我说你是个懦夫。当初你为了权势抛弃了我和你的孩子，娶了林婉儿。后来黄河村一事，你什么都知道，却默许这一切发生。现在你被萧子言害得失去了一切，却只会欺负我和朱宇2个弱父子。你不是懦夫是什么？你闭嘴！放开他！你之前的伤口裂开了。青青，你没事就好。虽然你救了我，但这并不能成为我原谅你的理由。你救我和你犯下的罪孽，功不能相抵，我也不能替黄河村的110户人家，替我们的2个孩子原谅你。而且我和庄瑜会陷入危险，归根垫底也是因为你。
青青，我知道我罪该万死，我不求你原谅我，只求你好好活着。王爷，太子失足跌进黄河后，已经被响水冲远，不见踪影了。将你家王爷带去看大夫吧，等他伤好了，也该去衙门自首，接受他应得的惩罚了。是。王爷，走吧。时辰已到，行刑！穆姑娘，没想到你也来了。我当然得来，我得亲眼看着黄河村血仇得报，看着他赎罪。那天与你们分别后，王爷将所有事都交代完，就去大理寺自首了。他说，这是他应得的报应。穆姑娘，这是王爷留给您的，这里面是他王府被查摘后所剩的全部财产，他让您用这些钱重建皇村。我知道了。3年过去了，我和朱玉收养了许多无家可归的孩子，教他们捞尸手艺。娘子，吃饭了！孩子们，吃饭了！穆姐姐，我们为什么要学捞尸啊？别人都说捞尸人不吉利。捞尸人不是不吉利，我们捞的不是尸体，是那些失去亲人的家庭的希望。我们让逝者入土为安，让生者得到慰藉，这是一份很神圣的职业。娘子，你看，黄河村又热闹起来了。是啊，又热闹起来了。黄河的水永远奔腾，黄河村的故事还在继续。